第999992次，第999993次，手臂快没有知觉了。3年了，修为好不容易感觉松动了，这时候竟然锁死我的本命剑元，让我挥剑100万次才可以解封。该死的系统！我看，楚渊还在练剑，这都3年，想不到当初备受器重的绝世天才，竟然是无法激活本命剑元的废物。楚渊，听说前几天你那残废老爹偷偷给你买了培元丹，你废物一个，不如把培元丹孝敬给我啊！第999999次，没听见啊！赶紧停下，把培元丹拿出来！把培元丹拿出来！第100万次！恭喜宿主完成挥剑100万次的触发任务，剑种系统正式开启。宿主此次任务奖励玄铁重剑，玄铁重剑乃是万年玄铁打造，传说是数千年前独臂杨大侠的成名佩剑。好大的剑，好沉的剑啊！入手竟然感觉到一丝丝寒意。张元，念在以往的情分上，我今日暂且饶你。张少，现在张少，必须马上赶过去参加剑元盛典，开启本命剑元，不能再耽搁了。玄铁重剑太沉，带着它赶路实在太累了。不过，终于快到试炼地点了。快滚开！楚渊，你像疯狗一样乱窜什么？冲撞了我和孙师妹，你不想活了？冯师兄，你同一个被玄剑宗赶出来的废物说什么？直接赏他几鞭子。孙玉莹，楚家和孙家2家交往还算亲切，所以我和孙玉莹也算是青梅竹马。5年前，因为我被大家称为修炼天才，那时候孙玉莹更是对我主动亲近，充满了崇拜。为了和我在一起，孙玉莹努力修炼，发誓也要入玄剑门。这期间，我帮了她很多，经常把玄剑宗的丹药偷偷带出来给她服用。3年前，孙玉莹如愿以偿激活本命剑元，考入玄剑宗，然后我竟然激活本命剑元失败，之后更是被人陷害，逐出了玄剑宗。从此，很多人对我的态度大变，包括孙玉莹。哼，果然这是个现实的世界啊！孙师妹说的对，不过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抽吗？要不师妹帮我抽吧？楚渊，你如今只是一介平民，今日冲撞玄剑宗冯磊师兄，我就必须罚你。这个世界强者为尊，胜者为王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。洗鞭子！哼，狗男女！这废物竟然敢反抗！好猛烈的气息，从一个废物身上发出来的。孙玉言啊，3年前我激活本命剑元失败，被人陷害，逐出玄剑宗。这事我知道，和你脱不了关系。今天我还有事，回头我们的账慢慢算。这家伙去的是剑元盛典的方向，他这么着急，应该是想要在剑元盛典结束之前，再次尝试激活本命剑元。走，我们跟上去看看。师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一届的剑元盛典该结束了。走吧，带上你选的那些小杂鱼们回宗门。唉，这次算是白来了。2位长老，请稍等。楚渊前来参加剑元盛典，激活本命剑元。这小子怎么又来了？请稍等，楚渊前来参加剑元盛典的试炼。楚渊，不要胡闹了，你前几天不是参加过一次？况且现在剑元盛典已经结束了，你回去吧。楚渊，每3年每人只能参加1次剑元盛典，这是玄剑宗的规矩。你都失败过1次了，你以为我玄剑宗是你过家家的地方吗？想参加几次就几次。是啊，虽然他不管参加几次，结果都一样的失败，
但是玄剑宗的规矩不能破。赶紧把他赶走，我还想要早点去玄剑宗修炼呢。白长老，请再让我开启一次，就一次。唉，罢了。对你来说，与其这样苟延残喘下去，倒不如拼命再试一次。白长老，这样不好吧？对我来说，规矩就是个屁。你去吧。多谢白长老。白长老，你怎么能破坏规矩，还给楚渊这个废物机会？楚渊是废物，那你就是个垃圾。我说了，规矩在我这里就是个屁，你听不懂吗？水性杨花、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楚渊之前的事情？你现在想用踩踏楚渊的方式挽回之前跪舔楚渊的尊严，哼，太可笑了。人一旦跪舔过，就已经变成一条狗了。孙师妹，暂时忍耐。白长老一向在外门嚣张跋扈惯了，现在还是不要惹他。等我们回去，我们把这件事禀告外门大长老，大长老极其看好你，到时候白飞雪绝对没好果子吃。师妹，这次你破例之后，大长老肯定借此事刁难你，想想怎么应对他吧。哼，管那个老不死的干嘛？他在玄剑宗待了上百年，还只是外门长老，想着靠跪舔内门大长老进入内门，真是不够要脸的。再说，我这是为玄剑宗寻找真正的天才，岂是你招的那些杂鱼能比的？为什么说到最后总要贬低一下我？用尽全力劈砍你眼前的噬剑石，噬剑石上泄露的剑气就会贯穿你的身体，从而助你开启本命剑元。只要痕迹越大，泄露的剑气就越多，从而开启的本命剑元越强大。明白了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呀！剑气溢出了，又失败了吗？挥剑100万次也没用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难道我此生就无法开启剑元吗？楚渊，够了！你已经试了2次，再次强行开启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不，若是无法开启剑元，活着就没有意义。楚渊，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我如果想让你参加，你就是参加1万次都行。你也知道，开启本命剑元需要消耗大量的真元之气，参加完剑元盛典的人都是身体极度虚脱。你3天前已经参加1次，如今再强行开启的话，你大概率会当场暴毙。多谢白长老提醒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不错，不错，这小子就算没有开启本命剑元，也没有修习剑技，竟然也有如此力量，果然不愧是曾经的天才。这废物怎么爆发出这么强的气势？我楚渊立誓，今日势必开启剑元，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楚渊激活本命剑元，失败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无法激活本命剑元？想不到当初备受器重的绝世天才，竟然是无法激活本命剑元的废物。你给我开！废物果然还是废物，你就算再怎么挣扎，也是徒添笑话。还是不行吗？噬剑石碎了。
来的剑气如此浓郁，难道整座试剑石的剑气都被我吸收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顺利开启本命剑元，奖励吸血魔剑。吸血魔剑乃5万年前金蛇武王的成名武器，宿主可以在出剑时吸收对方真气，补充己身所用。额外奖励随身空间2立方。何人如此大胆，胆敢破坏我玄剑宗试剑石？回大长老，白长老纵容楚渊2次开启本命剑元时，毁坏试剑石，令试剑石发生爆炸。寻常修士就算在试剑石上面留下些许痕迹，也要耗尽全身真气，此事必有不同寻常的原因。白长老，你太高看他了，我看就是因为他太垃圾了，才让试炼石爆炸。你这是在质疑我吗？白长老，等一下。楚渊，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若是真的开启了剑元，那就和我决斗，你敢吗？你就这么确定我开启本命剑元失败，而不是成功呢？你如果不能证明你的价值，也就是在刚才的变故中已经开启了本命剑元，老夫只能先把你押往魔域深渊看押。哼，来吧，开启本命剑元的第一战，就拿你来磨刀。今天我会让你看到天才依旧耀眼。楚渊，本来你如果夹着尾巴做人，还能逃过一劫，不过你自己找打，接受我的挑战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下半生在床上度过。接招，青云诀！好强的剑气，这就是使用剑技的威力吗？没想到你接我一剑还能站起来，这倒是提起了我的兴致。5年前你特招进入玄剑宗，抢的是我的名额。那2年，我时时刻刻都想废了你。原来3年前是你陷害我被逐出玄剑宗。今日我就彻底斩了你！连躲都不敢躲了吗？果然是没用的东西。废话真多，看剑！这是你这个疯子！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感觉身体里的血液一瞬间被吸走了一些？哼，吸血魔剑，果然剑如其名，痛快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冯师兄和楚渊都受伤了。呵呵，能伤到我？不过在强大实力面前，意外也只是稍微给你苟延残喘的机会罢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干掉你！地狱斩！冯师兄被激怒，要动用青云诀最强大招式了。我看楚渊会被劈成2半，就算不亡也残废了吧。冯磊的青云诀练到如此地步，看来有成为内门弟子的希望啊！触发吸血魔剑隐藏技能噬灵。冯雷，今日我把所有的屈辱都还给你。什么？我的真气在不断外泄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楚渊，好样的！大长老，楚渊他使用妖法断我一臂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哼，白痴，这都看不出来，还妖法？只有剑技才能做到这种效果。既然能使用剑技，那就证明他已经开启本命剑元。大长老，你无话可说了吧？玄剑大陆只有开启本命剑元者才可修习剑技，楚渊开启本命剑元确实无疑。不过，试剑石事关重大，非同小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
楚渊就先发配到杂役处服役。此子刚才使用的剑技不同寻常，竟然可以吸收真气。玄剑宗何曾有过此种剑技？剑种发布最新任务，前往玄剑宗，3个月之内成为内门弟子。任务成功奖励5行剑。3个月成为内门弟子，这怎么可能？系统，你要玩死我呀！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白长老，所有的伤势全部复原。还是要感谢白长老昨天对我的护持。行了，小样，别装了。为什么事件时爆炸了？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情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当时自己吸收了大量的本命剑气，而且我昨天的伤势一夜之间能全部恢复，可能和吸收了那些本命剑气有关。你把剑气逼出体内，我看一下。这件事我感觉有些不同寻常。哦，好。楚渊，你可知道，你刚展现的是5行剑气？嘿，这是……你拥有5行剑气这件事，千万不要泄露出去。你可知道5行剑气意味着什么？我只知道开启本命剑元后，体内会产生本命剑气。本命剑气又分为普通剑气和5种属性的特殊剑气。普通剑修只产生无属性剑气，带有2种或者3种属性。这些剑修已经是各大剑派争抢的天才，但5行俱全的剑修则是万中无一，千年难得一见，被称为绝代天骄。不愧是我白飞雪看中的弟子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白飞雪也绝对是个识人天才。对了，白长老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我想成为内门弟子。啊？我都没进入内门，你让我把你整成内门弟子？3年1届的内门弟子考核就要开始了，而我杂役弟子的身份根本无法参加考核。有一个办法，也许可以一试。不过这个办法要求你至少有炼体8重的实力。混账东西，竟被刚觉醒剑元的人斩去一臂，真是无能！冯长老，此事不能全怪冯磊。楚渊此子的剑技确实诡异，绝非传自我玄剑宗。寻常剑技种类无数，重要的是此子在开启本命剑元后立刻领悟剑技，这份天资着实惊人。你当日可察觉到他的剑技中含有5行属性？并未察觉到5行属性。那还好，如果有如此领悟力，剑气中再含有5行属性，那么天赋就太惊骇了。冯磊从小嚣张狂妄惯了，还请元兄多多照顾。你晋升内门长老的事情，我会和掌门知会的。冯磊在我外门弟子中也算是出类拔萃，这次内门考核一定会通过的。走，跟上去，弄他！噬灵果然爽，吸收对方真气为己所用，能让我一直刷怪无消耗。想要在短时间内从炼体6重提升到8重，就得靠它了。可惜这个技能只能在升级后这12个时辰内才能高概率触发。楚渊砍了半个时辰，以炼体6层的实力推算，他的真气差不多耗尽了。你们听好了啊！待会儿如果见他使用那把重剑，一定要先行夺取。昨日就是败在他那把重剑之下，这等宝剑在楚渊手里，简直是浪费。楚渊，昨日之辱，今天拿你的命来还。不过如果你跪下来求我，并且交出你手中重剑，再从我当下爬过去，我可以考虑饶你命。
我当是谁啊？原来又是你们几个鬼鬼祟祟的东西。怎么，既想要我的命，还想要我的剑？你还真是无耻啊！那你就去下面当小鬼吧。玄铁重剑太沉了，却是极其适合锻炼肉身。他们和我修为相当，正好可以趁此锻炼一下肉身。老大，这家伙的剑好生霸道。废话少说，坚持住，他体内没有多少真气了。老大，等等，这家伙的真气好像很充足，没有耗尽的迹象啊。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的真气不应该早就用完了吗？别吵吵了，我已经开启本命剑元，就让我催动本命剑气，斩了他。楚渊，接我本命剑气！恭喜宿主触发玄铁重剑的玄冰特效，来得正好。啊！张元师兄被冻住了。什么？这是剑技吗？只有剑技才能有如此效果吧？这样说，楚渊开启了水属性的本命剑气，绝世天才回来了。触发的玄冰特效，几乎直接把张元冻成了冰人。哼，有意思。我对剑种后面出现的绝世名剑越来越期待了。楚公子饶命！楚师兄，这都是张元逼我们做的，我们永远不识泰山啊！先把你们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好，都拿给你。楚师兄，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看在你们带的东西还算多的份上，我就不打你们了，滚吧。若音，这小子挺有意思，他手里的那把剑可以发出玄冰剑劲，这等神剑在玄剑大陆倒是不多见了。玄剑大陆剑技无数，一把能斩出寒冰的重剑，有什么稀奇的？快走吧，正事要紧。算了，洛音，你这些日子在玄剑宗可有见过这小子？刚才看他的身手，资质应当不错呀。哼，何止是见过，他就是5年前那个轰动一时的天才弟子。不过后来听说，最后被逐出玄剑宗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。哦，你们认识？父亲，魔域深渊那边有动静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这家伙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，他实际上很无耻。魔域深渊的外围妖兽终究太过稀少，这里又是玄剑宗弟子经常试炼的地方，在这里修为提升的太慢，现在唯有和更强的妖兽对抗，这样才能刺激我修为更快的提升。声音是从魔域深渊的方向传来的，出什么事了？那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竟然是绝无境的碧水紫金鳄妖兽。虽然想和更强的妖兽战斗，但我现在才炼体期啊！不愧是绝无境妖兽，看来今天逃跑是困难了，只有硬拼了。太强大了，不愧是比我高出一个大境界的妖兽。运用普通灵气挥动吸血魔剑，根本无法破开碧水紫金鳄的鳞甲，这架没法打呀！为今之计，只能强行动用五行剑气了。啊！不好，这大家伙竟然会术法！五行剑气，火属性。剑气的威力果然不是普通灵气能比的，只是我体内的剑气并不太多，需要速战速决。五行剑气水属性，五行剑气木属性，五行剑气金属性，五行剑气土属性。从刚才的出招来看，金属性剑气对他的伤害最大，而我体内的剑气已经所剩无几。耗尽剑气后，碧水紫金鳄一旦反扑，我必败无疑。糟糕！
剑气游走胸腹，五行剑气合一，气力并放。五行剑气合一。身上的灵气在剧烈波动，突破了立体7层。5年了，停留5年的境界，今日终于突破了。五行俱全，没想到玄剑宗出了资质如此奇高的弟子。不错，竟然战后突破，看来刚才一战让你收获不小。刚才那一剑五行合一，威力实在太大了。要不是眼前这人关键时刻指点，我可能已经葬身恶妇了。多谢前辈刚才的救命之恩。没什么，我也是感受到林中有多种属性的剑气交杂，随口而出罢了。父亲，既然没事，我们该走了。这女孩是谁啊？怎么看着有些熟悉？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的双眼挖出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你啊，野丫头。还真的是你啊！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竟然出落得如此漂亮了。这哪还是个野丫头，分明是个妖精啊！你放肆！这野丫头的修为怎么如此惊人？几年未见，竟然提升到了这种境界。胡闹！你俩修为差别甚大，怎可出手如此之重？父亲，你居然还护着这无耻之徒！5年前他刚入玄剑宗的时候，不但经常对我出言不逊，还曾偷看我换衣服。你说什么？臭小子，5年前你才多大，就有如此癖好？我警告你啊，这样要不得啊！前辈，那次真的纯是个误会。那是什么？好大的鸟啊！青鸾神鸟。父亲，青鸾神鸟居住魔域深渊几百年，居然带着后代仓皇逃离。看来这次魔域深渊真的发生大变故了。这是2枚神行符，你们2个用它赶回玄剑宗。神行符？前辈，难道你是灵符师？灵符师是玄剑大陆最稀少的职业，成为灵符师需要极高的天赋和毅力。他们制作的符篆威力巨大，对战之时，一张强力的灵符甚至可以扭转整个战局。因此，每一名灵符师的地位都十分尊贵，其背后一般都有大势力的扶持。想学吗，小伙儿？想，弟子楚渊拜见师傅。哼，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耻。好，你这个徒弟我收了。楚渊，你虽然身具5行剑气，但体内剑气稀薄，所以需要寻找一种叫转灵草的宝药，来转换体内的灵气和剑气。这样修习符箓可以节省大量时间，不用耽误你剑技的修炼。弟子记住了，回去之后就去找转灵草。不过这种转灵草一般情况很难找得到，你要是实在找不到，就去玄剑宗掌门那里偷点。这老家伙必定是有的。偷？我拜的师傅怎么感觉都这么不靠谱呢？白姐也是，这位也是。好了，你们2人速回吧，我去看看这异洞。父亲，魔域深渊那边太过异常，连青鸾神鸟都离开了。你放心，你父亲又不傻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会立刻退出来。罗音，保护好楚渊，匪徒见有。野丫头，我们也早些回去，等师傅回来吧。再让我听到这个称呼，我劈了你！那我该叫你啥？师姐？不行。那师妹？滚！那我只能叫你洛音了。哎，洛音，你等等我呀！洛音，师傅的神行符速度可比飞鸟，我们都跑了半个时辰了，怎么连玄剑宗的影子都不见啊？你不会迷路了吧？闭嘴！还真被他说中了。刚才光顾着生气，竟然忘了我那脆弱的方向感。
你不骂我，我一定说中了。少啰嗦，我要想想。没事儿，我们先原路返回吧。走，这次我带你飞。父亲的神行符只能支撑半个时辰，现在灵气耗尽了，让你得意。这是落叶，这是什么药草？看着挺别致的。你运气不错呀，这就是父亲说的转灵草，没想到这么轻易被你碰到了。哎，落叶，你看那边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有这么多的转灵草，应该够我迅速学会师傅的符箓，成为一名灵符师了吧？你可别高兴太早，这里如此多的转灵草，却无人摘采，恐怕我们误打误撞到了魔域深渊深处，现在这里无比危险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先把这些宝贝收了。喂，你快点，我感觉有东西过来了。我也想快点，但我的手只有2只，你倒是来帮帮我呀！来不及了。洛伊，这是什么怪物？速度好快啊！这是地精，魔域深渊深处才有的一种妖物。地精每次出现，往往成群结队，千百只一起行动。就算比他们修为高1、2个大境界的剑修，遇到他们也在劫难逃。他们果然来了！你站在我身后，防御符出！嚯，落叶，你竟然也是一名灵符师！别废话，我的灵符支撑不了多久，这么多地精，一只都能灭你10个。父亲既然让我护你狗命，我会用唯一的瞬移符助你逃跑。待会儿落地记得滚远点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喂，野丫头，你等等！这瞬移符太逆天了，我瞬间就被移到了10几公里之外。野丫头，唯一的瞬移符给了我，你自己怎么办？野丫头，等我！我楚渊就算拼了命也会救你出来。滚开！别挡路！行剑气，刚恢复一些的剑气，现在又消耗一空了。但现在林中妖兽太多，如果不用5星剑气，大多数妖兽我根本斩不掉。就算能斩灭，也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冲回洛英身边。那时候他肯定支撑不住了。师傅说，转灵草可以完成灵气和剑气互换。我如今有吸血魔剑的噬灵技能，灵气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。那我就吃下转灵草，把灵气转成源源不断的剑气。灵气转剑气，灭！可以，成功了！恭喜宿主触发噬灵技能，打得好爽！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也在快速提升。如果一直打下去，我今日也许可以突破到炼体8层。这些难缠的东西终于斩完了，我现在体内灵气基本耗尽。如果再有地精出现，我恐怕……愚蠢的人类，竟然敢伤害伟大地魔王的子民，你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！地精之王，没想到最后出来个厉害的、会说话的妖兽，恐怕修为都在绝无境以上了吧？人类都该灭！父亲，形势危急，女儿只能解开线索了。野丫头，我来救你了。
洛音，刚才多危险啊！你咋不知道躲呢？幸亏我来得及时。滚开！谁让你救了？流氓！再说，救人不能换个姿势吗？洛音，我历经万险，九死一生赶来救你，你就这样对我？好了，刚才是我冲动了。虽然这家伙有些无耻，但是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回来，也算是一片好心。我的人类，要把你们一个生吃了，一个做成烤人串，才能消除我的愤怒。现在咋办？这大家伙看着比碧水紫金鳄要厉害很多。你现在还可以使用五行剑气吗？可以，我已经找到连续使用的方法了。我现在灵气耗尽，但我可以使用灵符困住他。你到时候趁机用五行剑气进行攻击。困龙符！地星之王已经被我用困龙符困住，就是现在，上！好，五行剑气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并未使用剑技嗜血蛇影诀啊！吸血魔剑的吸血效果竟然自动激发了。这吸血魔剑此刻好像有意识一般，要主动去吸收地精之王的血液。渺小的人类，可恨的剑士，跟随无主，斩尽天下剑圣！好强啊！还是不行，你的修为和地精之王相差太远，就连地精之王攻击的余波都能将你重伤，持续下去，你必败无疑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困住他，你抓紧逃命吧。至于我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逃离。洛音，现在言败还太早，我今天就要打败这个大家伙。迅疾嗜血蛇影诀。困龙符出！这家伙先是一把可以把人冻住的玄铁重剑，这次又是一把如此诡异的妖剑，他哪来的这么多威力奇特的剑？恭喜宿主触发噬灵技能，果然有效果。地精之王的气息越来越弱了。哎，等我以后学会了困龙符，再用吸血魔剑吸血拖垮敌人，还不天下无敌了？楚渊手里的妖剑在不断吸收地精之王全身的血液，同时地精之王的气息不断在减弱。这也行？这算作弊吧？好鲜美的血液，多来点儿，再多来点儿！恭喜宿主激活吸血魔剑剑魂，无主不灭，地精永存。人类，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小心，他要自爆！什么？这次大意了，没想到魔域深渊的妖兽如此疯狂，竟然直接自爆！可恶！我已经感觉到了炼体8层的境界在松动，如果再给我哪怕1刻钟，我就可以突破了。魔域深渊妖兽果然不容小觑，这自爆的威力突破了绝无境巅峰。不过有我挡在楚渊面前，他应该没事。也不知道父亲那边怎么样了。师父，你醒了。这是哪里？此地便是魔域深渊，关押着无数荒野大妖的地方。魔域深渊，好壮观啊，好令人震撼。何止是壮观，你可知这魔域深渊曾经可是被人一剑劈出来的？什么？师父，您没逗我吧？一剑劈出来的？这通天般的大峡谷，谁能一剑劈出来？100年前，曾有一位绝代剑修，被世人尊称为灵剑仙。
当年无数妖族涌向人类城池，灵剑仙于此地一剑劈开大地，斩断100万妖族道路，并且把无数妖族关押在此地。可惜灵剑仙后来突然消失，据说和这魔域深渊有关。灵剑仙，好一位斩天劈地的无敌剑修，这才是剑修，这才是修行。我辈也当如此。好了，该回去了。这次跑出来的强大妖兽不少，稍后玄剑宗会有长老前来清剿，我们不便在此多留。父亲不是玄剑宗的人，因此在玄剑宗露面多有不便。这里已经没有危险了，我就送你到这儿吧。还有就是，3天后别忘了来后山学习灵符。哎，野丫头，等等，这次谢谢你啊！要不是最后关头你护住了我，在地精之王的自爆之下，我恐怕早就尸骨无存了。我们这次也算是同生共死，生死与共，至死不渝，永世不离了吧？早知道你还是这副德行，我当时就不该救你。哎，那边不是我们玄剑宗的绝世大废柴楚渊吗？跟他在一起的美女，看着有些像我们玄剑宗的宗花，安洛英安师姐。你看错了吧？安师姐是何等的天才人物，怎么可能和楚渊这种废物在一块儿？是啊，安师姐年纪不大，但修为在玄剑宗所有弟子中，无人能出其右。好多内门的天才们追求安师姐，安师姐理都不理。对，是我们多想了。这次去魔域深渊试炼，虽然遇到了很多危险，但是收获也颇丰。首先，我随时有可能突破到炼体8层，我就有可能通过白姐的方法获得参加内门弟子考核的资格。我的5行剑气也用得更加纯熟，接下来只要学一些剑技，我的剑气威力也会大增。不过，似乎系统给我的这2把剑，并不是表面这么简单，而且还激活了其中的剑魂。我在玄剑宗待了这些年，从没有听过谁的佩剑中带有剑魂的。看来这吸血魔剑和玄铁重剑，远远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。每把剑的背后，似乎都有一些了不得的大机密存在。杂役弟子楚渊何在？马上给本管事出来！我就是楚渊，找我何事啊？找你何事儿？你说有何事儿？瞧你这小样儿，还在本管事面前摆派头呢！你还以为你是5年前那个全宗众人皆知的天才外门弟子呢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杂役弟子。现在赶紧给我去打扫玄剑宗的试炼场，过几天灵剑派的人要来我玄剑宗切磋，马上给我去打扫干净。楚渊，我的腰有些疼，你帮我扫一下北2区啊。我最近有些吃撑了，不能运动。楚渊，帮我扫一下北3区。我明白你们的心情，你们这些人资质一般，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成为外门弟子。而我曾经是玄剑宗的名人，所以你们想从我的身上找回尊严，我理解你们。你天黑之前，你必须打扫完整个试炼场，否则就等着受罚吧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如此欺辱楚渊师兄，我必会禀告宗门长老，好好的惩治你们。是洛师兄，他怎么来了？洛师兄恕罪，我们是和楚渊开玩笑呢。楚师兄，好久不见，3千就知道你还会回来的。小3千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的个子长高了不少，实力也进步不小啊，都突破炼体期，进入觉悟境了吧？嘿嘿嘿，我还差得远呢。师兄当初要不是因为被陷害，你的修为还不知道要超越我多少呢。我被逐出玄剑宗，这件事发生的太过蹊跷。
记得当时想寻求突破，误入了神山禁地，并误食了一种含有毒性的灵草，随后便昏死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发现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之后便被执法堂抓走，罪名是毁坏了千亩药田。这件事我一直调查，但一直没有结果。本以为是张元、冯磊他们故意陷害我，现在想想，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毁坏千亩药田而不被人发现。细细想来，这件事有太多的蹊跷可疑之处。滚一边去！裴师兄请，杂役房的弟子今日大多都在此做过。三千，张元旁边的那人是谁啊？好大的威风啊！此人叫裴元凤，是近2年被宗门特招进来的外门弟子，也是这次内门弟子考核的热门人选。但是为人骄横虚伪，以欺凌弱小为乐，我早就看不惯他了。一个个愣着还干嘛？都给我跪下，迎接裴师兄！楚远，你耳朵聋了呀？愣着干啥？让你跪下没听见吗？他非我师，非我长辈，我为何要跪他？为何不跪？哎呦，几天不见，杂奴楚渊脑子烧坏了。你敢这么对楚渊师兄说话？如今我有裴元凤撑腰，还怕你这个洛三千？早晚你和楚渊一个下场。谁不知道杂役弟子不如狗，是整个宗门里最底层的存在。杂役房就是收拢没人要的废料之地。见到让你们终生仰望的宗门天骄，不该下跪吗？张师兄，请息怒。谁允许你站起来的？说，你是不是玄剑宗一块没人要的废料、垃圾？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张元师兄问你话呢。够了，张元！我是废料，我是垃圾。楚渊，你看到了，你不承认自己是废物，自然有人承认。杂役房就是专门回收你这种废人的垃圾场。张元，不要欺人太甚！当初楚师兄把你和孙玉莹当朋友，结果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，真是无情无义。洛三千，你少在这装大头蒜！我如今也是宗门看中的外门弟子，别以为我怕你。好啊，既然你不怕我，那我们就比试一下。我早就想教训教训你这无耻之徒了。洛三千，张元师弟刚入外门不久，你何必为难一个新人弟子？你这样不是以大欺小，恃强凌弱吗？虚伪！你们刚才做的又是什么？洛三千，你为这些杂役奴隶出头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疯的是你们！废话少说，还打不打？你们可以一起上。就怕咱俩的余波震伤了你修为低微的楚师兄，弄残了他可就不好了。就是，让这个扫地奴滚一边龟缩着吧，这辈子只能靠别人给他撑腰吧。张元，我要撕烂你的嘴！三千，让我自己来解决。你，楚渊，你竟敢偷袭我！楚渊越来越强了，似乎那个天才又回来了。不能再让他成长下去。既然当初我和他决裂，选择踩他，我就会一直踩下去。这次我突破炼气7层，我还有裴元凤撑腰，在魔域深渊，竟敢把我扒光侮辱我！今日我要彻底废了你！张元，这些年你欺压我甚多，那日在魔域深渊，看在以往的份上，并没有废你，没想到你仍不悔改。今日就让你我做个了断。好啊，那就来吧！正好我重铸了一把品质更高的暴力青光剑，
今日就拿你祭剑。你徒弟在和我徒弟打架呢，要不要阻止他们？不用，去执法堂去申请一块战令出来。申请战令干嘛？战令可是宗门弟子在做殊死决斗时才用到的令牌。哼，你这新收的徒弟心眼太坏，简直和袁术那个老阴货有的一拼。我怕等会儿楚渊干掉他。师妹，可不敢这么说大长老。这话要是被大长老听了去，可了不得呀。不过，虽然张元的人品我也有些看不过去，但你说楚渊能干掉张元，我不太相信。你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袁术那老东西一直盯着楚渊找麻烦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您怎么还越骂越起劲儿了？您可别说了，我这就去执法堂申请战令。楚渊，这次你会暴露自己的底牌五行剑气吗？怎么，不敢出手啊？不如你回去守着你那残废老爹种田去，免得再生事端。来得好，这就废了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杂奴。什么？楚渊的境界竟然比张元还要高一些？炼体7层巅峰，好！前日楚师兄刚回玄剑宗，只有2日便突破到如此境界，楚师兄不愧是我宗门第一天才。突破炼体7层又怎样？不过是一时运气而已。别忘了他在炼体6层可是待了5年，不要赞誉的太早，免得输了更丢人。宗门第一天才，好大的口气！外门的特招天才只有我裴元凤一人，你楚渊也配？楚渊竟然也突破到了炼体7层，而且一突破就是7层巅峰，此人绝不能再留了。幸亏我提前做了准备。今日斩你祭剑，一招败你。就算不使用五行剑气，击败张元也是绰绰有余。下地狱！楚渊，我败在你手中这把重剑下的档次，你以为我还会重蹈覆辙吗？这是好大的力量！这是什么？内力！楚师兄小心，那是断剑火玉，专克各类剑气。楚渊，这可是我千方百计为你寻来的好东西。断剑火玉可断天下万剑，无论你佩剑多么坚固，都会被断剑火玉摧毁。没了手中的剑，你什么也不是。趁你病，要你命！张元的胳膊被斩断了，怎么可能？我的胳膊……断剑火玉，那是当年妖族对付我人族剑修的禁物，用此物，不知道害了我多少人族剑修。如今你竟然还敢使用，今天我就废了你，免得你以后作恶多端。为什么断剑火玉无剑不断？为什么你把你的剑断掉？难道你手中那把剑是超乎寻常的神器？这不符合常理，这怎么可能？哼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张元，你多行不义，此刻你我该做个了断了。楚渊，你敢？这是玄剑宗外门，你敢动用私刑，大长老不会放过你的。住手！裴师兄，救我！救我！我不想成为一个废人呐！楚渊，我以外门弟子的身份命令，放了张元。张元，今日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以后好自为之。小子，你敢忤逆我？你算哪根葱，也配命令我？你这是在找打！李元凤，你敢！
有我在，休想对楚师兄出手。陆三千，你疯了吗？楚渊肆意残害同门，你竟然包庇他，莫不是想受到执法堂的惩戒？哼，裴元凤，我不屑和你这种人争辩。五指手上斗战台，若我必斩你！大言不惭，你我之争，我日后自会和你做个了断。只是今日楚渊对外门弟子张元动了邪念，妄图害人，这事楚渊必须有个交代。嘿，还要不要脸？张元动用断剑火玉这等邪物偷袭楚师兄，只废了他的四肢，没斩了他，已经很仁慈了。你我之间实力不相上下，一时间也分不出胜负。不如这样，我压制修为到炼体期，同楚渊比试一番，如何？我倒是想要会一会这个曾经的外门天才。当然，为了不让人说我以大欺小，我只出3招。如果3招之内楚渊还能站着，就算我输。怎么样？敢不敢答应？真卑鄙！你已经到了觉悟境，虽然修为可以压制，但觉悟境肉体强度以及真气储备量都高出炼体境太多。楚师兄怎么可能接得了3招？我答应，不过我有条件。哦，条件？第一，如果我赢了，你要当众给被你侮辱的杂役弟子们道歉。第二，碎剑。哼，你提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，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赢，你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天才了。我要让你尝尝什么叫绝望。师兄，你不要冲动，觉悟境和炼体境相差了一个大境界，可不是简单的压制修为可以弥补的。三千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赢的。你忘了，你楚师兄可是这玄剑宗第1天才。第1天才，可笑！小杂奴，3招败你！大言不惭！觉悟境的肉体实力果然很强，我的双手竟然被震得有些发麻。没想到你还有些实力，接我一招还能站在地上。要用第2招才能把他击败吗？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。小子，你不是很生猛吗？再来！无耻！这是炼体9层的气势，裴元凤，你不守信用！我可没说压制到第几层，只要还是炼体境就不算违规。消失吧！又接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使出的可是炼体9层的力量。小子，你不是生猛得很吗？再来呀！一个杂奴居然敢挑衅我！混蛋！我要灭了你！这不可能吧？不是说炼体9层的实力远超过7层吗？肯定是裴师兄可怜他，没有发挥9层的真正实力。不过，裴师兄开启本命剑元后，具备火属性剑气，剑气一出，焚烧八方。楚渊这次必败。楚渊，裴元凤此人心胸狭隘且虚伪，你要看着他是怎样把你击败的。楚师兄，这是火属性剑气，不可硬挡，赶紧躲开！这就是火属性剑气真正的威力吗？哼，我裴元凤火属性剑气，外门无人可敌。这一击可不是你个杂役弟子可以接的。楚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殷康，马上就来帮你。
完了！杂役弟子怎么可能是外门接阴的对手？我是绝无境的修为，这火属性剑气霸道威猛，恐怕我要施展五行剑气才能抗衡。属性剑气，再多来点儿！什么情况啊？吸血魔剑的剑魂自己从剑种空间里跑出来了。不是说这剑魂还没完全苏醒吗？这也行，直接把剑气吞了。上次吃地精之王的血，这次又要吞裴元凤的火属性剑气，怎么感觉就是个吃货呢？有了这个吃货，倒是可以不用暴露底牌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剑魂吃饱喝足，再次陷入沉睡。这剑魂的原型不会是一头猪吧？既然这样，最后一击就让我自己来，给我破！这次虽然借助剑魂取胜，但终有一日，我要凭借自己的实力。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小杂役竟然真的成功了3招！为什么？楚原竟然还活着，这是为什么？裴元凤，3招已过，输了。当年的楚师兄又回来了。楚渊，你到底搞了什么鬼？为何我用剑技使出的霸道剑气被你一剑斩散？这不可能！你肯定在搞鬼！裴元凤，剑者交锋，各凭本事，胜者为王。你管我什么手段？我不屑和你争辩。马上履行赌约，碎剑。好，楚渊，我还真是小觑你了。不过你现在妄图残害外门弟子张元之事还未了结，不知道到了执法堂，你是否还能这么牙尖嘴利？哼，这个就不用裴师兄担心了。还请师兄碎剑。还请裴师兄碎剑。你们，我裴元凤自然说话算话，需要你们这些杂奴协助。楚渊，我记住你了。哎，裴师兄留步。你只是记住我，怎样都可以。但请裴师兄履行赌约第2条，给刚才被你侮辱的众杂役弟子道歉。楚渊，你醒醒吧！这些外门杂役，在玄剑宗就是最底层的存在，谁曾把他们当过人？也就你为他们出头，哼，值得吗？大家同样生而为人，谁都不可能一开始就高高在上。你裴元凤生下来就是绝悟境的修为吗？辉煌剑师的那些剑修大能们，生下来就能够剑挑星辰，力劈山岳吗？谁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？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众杂役？哼，狡辩！我楚渊曾经也是大家口中的天才，但是跌落的这3年让我明白，人都有逆境的时候，谁都有面临困境的时刻。人可以走得慢，走得缓，但绝不能后退。我们虽然暂时修为低微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仗剑问道的强者剑心。请裴师兄认错。不知进退的东西，渊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斩一个杂奴？师兄小心，元凤的修为又有所提升，已经到了绝悟境中期，更是修习了满兽剑诀这等凶猛剑技，恐怕离绝悟境末期也不远了。大胆！啊！何人不守规矩，在我玄剑宗外门肆意破坏，聚众斗殴？大长老，您来的正好。杂役弟子楚渊不守规矩，意图谋害外门弟子张元，请大长老严惩。求大长老为我做主，楚渊废我4肢，害我性命，求大长老惩治楚渊，
为我讨回公道！楚渊，又是你！你真当我这玄剑宗外门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吗？你妄图残害同门，触犯了我玄剑宗的门规，如此穷凶极恶之辈，老夫定要把你扔进魔域深渊，自生自灭。今日谁来了也保不了你，是吗？如果我非要保呢？技不如人，哪儿来那么多废话？哼！白飞雪，你来了也没用，这是玄剑宗的规矩，就算掌门也不能破。而且残害同门，在玄剑宗的律条中是最不能容忍的。楚渊说什么也不能饶恕。你这个死老头子，果然坏得很。睁开你们的眼睛看好，这是此战之前我替楚渊在执法堂申请的战令。战令一出，门人弟子安危自负。你说这样我能不能保得了楚渊？可恶，竟然是战令！楚渊，别愣着，到哪儿了？该继续的继续，我看得正起劲儿呢。裴师兄，你还想让我再说几遍？你拒不道歉，是要学那外门杂役日日驱赶的荒野赖皮狗不成？你，气死我了！我发誓，日后一定要把这个伶牙俐齿的小子的牙全部打碎。既然白长老手持战令，本座就不对楚渊再做处罚。哼，楚渊，你也不要得寸进尺。此事作罢，都各自回去吧。老阴货，你想阻止我看戏？赌约已成，不可作罢。裴元凤，你要是还有种，赶紧履行赌约。和他一起出现，我忽然感觉很丢人。白飞雪，别忘了我才是外门大长老。我说了，此事作罢，你休要再胡搅蛮缠。哼，好啊，袁术，你阻我一时，拦得了我一世吗？等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找机会打他闷棍，把他扒光了吊在树上，让大家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种。可恶，气杀老夫！玄剑宗怎么出了白飞雪这么个滚刀肉？偏偏我还真不敢把他怎么样。毕竟传说他背后有人罩着。元凤，要不你道个歉吧？人一时风平浪静，以后报仇有的是机会。弟子遵命。众位杂役师弟，是我裴元凤冒犯诸位，我错了。裴元凤道歉了。是啊，楚师兄威武！楚师兄威武！楚师兄天才回归，无敌！楚师兄，你就是我此生的偶像。我再和你赌一次，你敢不敢？哼，有何不敢？赌什么？这次我和你赌命，要你这条命！我听说你不是一直想考入内门吗？就赌3个月后的内门考核中，我如果击败你，我要你这条命。当然，如果你胜了，我也随你处置。好，我答应。楚师兄，你疯了！你和裴元凤修为相差太过悬殊，你这是送命，你知道吗？哪怕玄剑宗天才少女安洛因，也无法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连跨4、5个小境界，何况中间还隔着一个大境界。那个楚渊啊，3个月击败裴元凤，确实有些天方夜谭。楚渊，你知道我最厌恶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像你这样没有自知之明的人。不过你不无知些，一直当缩头乌龟，我又不方便取你性命。你可知，我压制修为发挥的，只不过是我几10分之一的实力罢了。你和我的差距，终究是蝼蚁和鸿雁的距离。白姐，3000，
这3年来，我修为进展缓慢，几乎停滞，已经落后别人太多。比如当初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3000，都已经是觉悟境了。所以接下来，我必须给自己足够的压力和动力，这样才能快速提升修为和实力。好，不愧是我挑中的天才。师兄早，大家早。这一大早都围在我门口做什么？楚师兄，你如今为我杂役弟子争光，这些杂活交给我们干就行。这不太好吧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这些杂活交给我们。楚师兄，你就安心修炼吧。楚师兄，你和裴元凤有赌约，可不能浪费时间。楚师兄，你只管修炼就行，你一定要打败裴元凤，我们相信你。那我就不推脱了，谢谢你们。恭喜冯磊师兄突破炼体9层！恭喜冯磊师兄修出木属性剑气！恭喜师妹突破到炼体8层！入门3年突破炼体8层，在我玄剑宗也是上等资质了。磊哥才是，赶在内门考核之前突破觉悟境，也是指日可待。只希望到时候磊哥进入内门，不要忘了我这个外门师妹呀。当初你果断抛弃楚渊，跟了我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进入内门后，自然也会帮助师妹一并进入，成为内门弟子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那时候定会有无数人被磊哥的无上英姿所吸引。那是自然。楚渊那种货色，怎么能和磊哥你这种真男人相比？能跟着磊哥才是我的幸运。哼，最近楚渊倒是闹出不小动静，身为杂役弟子却不知道低调行事，这种出头鸟总是栽得最快。楚渊现在身在何处？刚才有消息传来，楚渊单独一人朝后山走去，好像去后山找什么人。楚渊竟敢跑去后山！据说那里只有一个人居住，就是在我玄剑宗神秘莫测又无比耀眼的绝世天骄安洛因。宗门把整座后山赐予他一人居住，日常不会有弟子去后山打搅他。难道楚渊去找安洛因？不可能，就楚渊那块废料，怎么可能认识高高在上的安洛因？他应该是别有目的，或者是故意接近安洛因才去的。派几个人盯着他，看看这家伙到底去干什么。是。关键时刻可以把这瓶媚药用在楚渊身上，对宗门第一天骄行不轨之事，不用我们出手，宗门自会严惩他。爆裂符，去！这爆裂符是3阶难度的灵符，你只用了1天，就完全掌握了此等难度的灵符。都是老师你教的好，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天分加持。灵符难度10阶，你一日掌握3阶难度的灵符，确实了不起。不过你也不要自满，天赋好还不够，如若意志不足，仍然无法走得长远。辉煌剑士的很多无敌剑修，本身天赋并不算高，但是身具无敌剑意，照样成就一代无敌之姿。无敌剑意，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很难和你言明。你记住，只有大毅力、大意志、勇往直前、毫不退缩的剑修，才能凝练出无敌剑意。凝练出无敌剑意，在对战时会成倍增加剑修的战力。传说，无敌剑意凝练到极致，便可以和灵魂合一，产生剑魂不死不灭，永恒为尊。剑魂，原来剑魂是这样产生的。这么说，吸血魔剑里的剑魂，便是一位曾经把无敌剑意练到极致的擎天剑修。只是不知道遭遇了什么，
一直处于沉睡的状态。这个剑魂不但吸干了地精之王的血液，更是轻松吸取了裴元凤的刚猛剑气。这倒是说得通了。凝练剑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如果强行凝练且意志力不刚强，稍遇挫折，无敌剑意也会瞬间溃散，终身修为难得存进。楚渊，你已经五行俱全，无敌剑意就随缘吧。老师，我明白。今天有些晚了，你就先找个房间睡下，明日一早再回宗门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老师，洛英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怎么，你想他了？我就是问问。算算时间，也该回来了。你小子别又想干啥坏事儿，小心挨打。别天天想那些有的没的，睡觉的时候也修炼下防御符箓，有大用哦。你师父我替你从掌门那老家伙手里偷了那么多转灵草，赶紧给我用光，免得露了马脚。好的，老师。放心吧，都看清楚了，楚渊进了这个院子就没有出来过。上！以我现在掌握3阶难度的灵符水平，可以把灵符外放到身体附近，自动运转，形成一个保护区域。如果有人趁我不备靠近，修为比较弱的人直接就会被灵符困住，修为高深的就算不能打倒他，也能让我惊醒。他在那儿。嘿嘿，等会儿把这瓶药给他吸下去，让他好好享受做男人的乐趣。一起上！什么鬼东西？好疼啊！什么东西在砸我？没想到防御符第1晚就发挥作用了，敢偷袭我！千钧符起码有几百斤的力量，让你们尝尝厉害！不好，是陷阱！是提前给我们下了套。楚渊，你敢算计我们？大家都别想好过！困龙符！楚渊，别过来，否则我灭了你！敢在我后山伤人！不好，瓶子要破了！原来是几个不堪一击的小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刺客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么呛人？完蛋了，这味道是媚药！什么？媚药？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只有2种办法，第一种就是忍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中了媚药极其难受，犹如万火焚身、万蚁啃噬、万箭穿心般痛苦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忍耐的。至于第2种，第2种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我的身体已经感觉有些燥热了。第2种就是我牺牲一下，以10几年的金刚处男之身，拯救你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少女于水火之中。禽兽！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为了救你，我怎么会中媚药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怎么是我害的？那些人也是来害我的，是你自己冒冒失失闯进来的。楚渊，你快点，药性快压制不住了，水又变热了。来了来了。你怎么这么慢？这桶水我特地跑到寒冰泉里打的，应该比之前的井水更有压制媚药的效果。唉，舒服。你早说有第3种方法不就好了，也不至于害我一顿揍。楚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也太美了！你看什么看？赶紧去寒泉打水，水温又开始升高了。好好。话说，好像除了洛英你，
我在玄剑宗还没有见过其他内门的弟子，就连你，我也是偶然才碰到的。内门弟子平常都做什么？这么神秘？玄剑宗对内门弟子的管理，完全不像外门这样放养式发展。他们才是玄剑宗的未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严格的修炼和规划，里面的每个人具备某一种剑气属性的比比皆是，2种属性也不是没有，更有幸运者可以前往剑宫修行。听你说完，感觉内门弟子极其厉害的样子。洛英，你也是内门弟子，而且还被称为内门第1天才。但是，我感觉自己和你的差距也没那么大呀。哼，那是你自己觉得。而且，我被他们称为第1天才，并不是因为我的修为最高，而是你的年纪最小，资质最高。不错，而且我终究是要离开玄剑宗的。切，原来是资质啊！那我就无需担心了，毕竟我楚渊才是真正的绝世天才。楚渊，你是第一个在我面前敢自称天才的人，你倒是挺自信啊。哼，我还有更自信的，我还是第一个敢牵你手的人。楚渊，你别太得寸进尺了。这家伙脸皮真够厚的，撒手！我不理你了。我如今停滞在炼体7层巅峰，迟迟不能突破。不如先找一门剑技修炼，也许可以找到突破的契机。好多的剑技，玄剑宗剑技阁的剑技包罗万象，连隔壁的灵剑派都比不过。我现在所使用的剑技，只有嗜血蛇影诀，它只能配合吸血魔剑使用，而且使用效果太过诡异，并不适合在正式场合频繁使用。看来真如白姐和老师所说，五行俱全太过罕见，所以相应的剑技也极其少见。希望这第3层可以有些收获，否则我只有选一本普通剑技用来修行了。想想也是，这些秘籍都是别人挑剩下的。等等，这部剑技落满了灰尘，好像很久没有人翻阅过了。小剑经，这名称倒是有趣，不过也不是五行兼修的剑技啊。小剑经可以同时修行2种属性的剑技，已经是我在剑技阁中能找到修行剑气属性最多的剑技了。再去1楼看看，挑选一本单一属性的剑技。我如今不便展露五行俱全的属性，但是对敌之时又不可能不用剑气。现在对我来说，速度掌握1种属性的剑技也最实惠。这本水云斩简单易懂，倒是好学，很适合我这种初学剑技的人来运用。切，装腔作势！明明只是个开启5属性剑气的普通人，竟然装模作样的看水属性剑技，虚伪！磊哥，我看楚渊不是虚伪，或许他是五行俱全呢。毕竟他可是连小剑经那种剑技都敢拿呢。五行俱全，不行了，这话估计连鬼都不会信。楚渊，你要装也装得像样一点，拿着最低级的水云斩在那儿翻看，可笑至极。不过就算最简单的水属性剑技，也不是你这种白板废物能开启的。孙玉莹，孙叔一直对我不错，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你以前对我做的事情，我暂不做追究。嘿，别舔着脸说大话，楚渊，你就算追究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但是从现在起，你再敢对我出言不逊，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别怪我不念你我2家的旧情。这是空明水剑，没错，就是水云斩特有的招式。楚渊难道具备水属性剑气啊？如果你们还想找事，我随时奉陪。告辞。磊哥，楚渊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怎么越来越看不透了？这家伙那日应该开启了水属性剑气，只是并没有公布出来。这些日子偷偷摸摸学会了空明水剑，就来此卖弄一番而已。哼，这小剑精不愧是剑技阁中最强剑技了，果然有些意思。我现在初步掌握小剑精中2种属性本命剑气的运用，且2种属性的剑气交叉使用，威力竟然可以成倍增加。嗯，白姐，楚渊，跟我走。白姐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楚渊，你现在什么修为？达到炼体8层没有？还没有。我现在停滞在7层巅峰，可能需要一个契机。那算了，回去吧。去了也是送命，还是别去了。白姐，你能不能先说什么事啊？隔壁灵剑派来人挑事了。之前和你说过，可以获得参加内门的考核机会吧？现在机会来了。白姐的意思是，让我对付灵剑派挑事的那些人？玄剑宗和灵剑派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哪一派收了资质上乘的弟子，就会去对方山门挑战、羞辱、打压对方，用来增强己方弟子的剑道雄心。这些年来，已经对战过不下35次。35次？那我们玄剑宗去对方山门挑战了多少次？胜了多少次？我们就去过灵剑派1次，那一次胜负未分。而这之后，灵剑派连续胜了我玄剑宗34次。白姐，唯一的那次是哪个天才挑战灵剑派的山门啊？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次灵剑派来挑战的是炼体7精英天才，修为至少炼体8层。本来涉及宗门荣誉之战，只要赢下1场，哪怕这次挑战输了，宗门也会看到你的耀眼之处。考虑到你为宗门的贡献，之前受罚的事情便可抵消，重入外门参加内门考核。白姐，既然有机会进入内门，那我就要参加。你确定？灵剑派来的人可不是杂鱼，他们也都是天才，修为的差距靠资质很难弥补。天才和天才怎么能一样？白姐，我可是绝世天才，相信我。灵剑派挑战玄剑宗觉悟境以下炼体期的所有弟子，我等在此已经等了半个时辰，玄剑宗至今无一人出手。难道玄剑宗这些年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龟缩了？太嚣张了！可惜洛三千和裴元凤2位师兄最近都已经突破觉悟境，不能参加挑战。掌门，灵剑派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是堵着我们玄剑宗的门叫骂呀，简直太有损我玄剑宗的威严。不错，这灵剑派的上官长老简直得寸进尺，要不我出手把他们赶走？不可，上官长老虽说还在为当年的事情生气，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玄剑宗没有人才呀。哎，这些年一直被人家压着的，这口气谁也不好受。强行驱赶他们，只会令我们平添笑话。如果玄剑宗能出1、2个后起之秀，也不至于如此。静观其变，让他们去闹，希望能激起在场弟子们的争雄之心，也不是坏事。灵剑派陈长洲，我是灵剑派修为最弱的一个，炼体8层，请赐教。如果连我这最弱的一个都没人敢挑战，我就当玄剑宗的所有弟子都是缩头乌龟。可恶！士可杀不可辱，我来！玄剑宗黄大鹏，请赐教。这陈长洲是金属性本命剑气。接下来轮到我了。不过我知道你们看了我灵剑派的实力，恐怕无人敢再战，我就点名了。张元在不在？
我听说你是这一届玄剑宗新入门弟子中的佼佼者。别喊了，张远早就被人废了。被废了？有意思，被谁废的？楚渊师兄好像不在。在了也不能上啊。是啊，对方有多强，你没看到啊？果然又是一个缩头乌龟。我再问一句，张元是被谁废的？哼，被我废的。裴飞雪，是你？你还敢出现？上官老儿，这是我玄剑宗的地盘，我怎么就不敢出现了？你这话说的真是搞笑。行，果然还是如以往一样伶牙俐齿。此人是你的徒弟吧？可惜了，多好的一个小伙子。接下来，他应该是你被我废掉的第13个徒弟了吧？切，说大话谁都会，你说废就废啊！楚渊，待会儿比试的时候感觉不妙，撒腿就跑，保命要紧，其他的不用在乎。好吧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何这个上官长老和白姐如此深仇大恨？白飞雪，这些年你没有赢过我一次，反而被我接连废了12个弟子。我很佩服你，愿意一直给我送徒弟，让他们看清实力的差距。看着他们一个个沦为废物，我很高兴。我记得你有一个弟子，本来有机会进剑宫修行，结果被我废了双腿，此后从一个天才剑修沦为街边卖肉的屠夫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弟子，在订婚第2天被我废掉修为，结果被她的未婚夫当场退婚。混蛋！白姐，要不算了吧，我不想你重蹈你师兄师姐们的覆辙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不会重蹈覆辙。恰恰相反，那个什么上官老贼敢如此欺负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真的吗？哼，必须是真的。让他这个修为低微的废柴出战，只会丢玄剑宗的脸面。你又是谁？瞎了你的狗眼啊！这位是冯师兄，我玄剑宗外门的第1天才。哼，外门第1天才？你们这样的人，自然是由我外门第1天才出手教训。冯磊师兄，干掉他们！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个外门第1天才真正的本事。我不斩无名之辈，报上你的姓名。哼，好久没见到这么无知的人了。黑曜，请指教。等等，我还没准备。冯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敢偷袭我，砍了你！炼体9层木属性剑气，还算可以。如果这就是玄剑宗的第1天才，那玄剑宗未免也太垃圾了。那是双属性剑气，我没看错吧？去！什么？呸！废材！刚才说的天花乱坠，没想到玄剑宗外门第1天才就是这种货色。哼，如果玄剑宗的第1人都如此不堪，我看不如玄剑宗就地解散吧。还有什么脸面传授剑道？7年玄剑宗还能出1、2个能战的弟子，这一届却遍地废材。白飞雪，这就是你们教出来的弟子，你们这里长老废，教出的弟子更废。算了，我报仇的心思都没有了。这样的玄剑宗只会培养出废料，根本连和我灵剑派争锋的资格都没有。走了，回去了，一群蝼蚁，不去。且慢，玄剑宗
杂役弟子楚渊，请赐教。见识到了我的实力，你还敢挑战？有何不敢？白飞雪，没想到你这弟子实力不怎样，倒是挺有骨气呀。上官老儿，你的威风到头了，我相信楚渊会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。呵呵，好啊，你自信就好，而我最喜欢破坏你那狂妄的自信心。哎呦，你先退下，对付这群废物还轮不到你出手。是。常州，你继续上，当着白飞雪的面斩了楚渊，让他悔恨终生。第1场，玄剑宗楚渊对战灵剑派陈长洲，开始。既然大家都说你是废物，那我就只出一招斩了你。金属性剑气，金蛇狂舞，空明水剑。这是10成熟练度的空明水剑。楚渊昨天不是才拿到这本水属性剑技吗？陈长洲倒下了。你的确只出了一招，因为你没有出第2招的机会。这是这些年来我们玄剑宗对镇灵剑派唯一的一场胜利吧？楚玄兄威我！有点意思。没想到你还真培养了一个还算能看两眼的弟子，竟然把我们这里最弱的常州都打败。不过他越优秀，你越看重他。把你辛苦培养的天才废了之后，你肯定也越心痛吧？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哎呀，你上，我要你当着白飞雪的面，慢慢的折磨他。楚渊，把最低水平水属性剑技练至10成熟练度，太小儿科了。就算我站着让你砍，你也远远不是我的对手。少废话，别在那里逞口舌之快。你们的目的不就是来欺辱我玄剑宗、欺辱我白姐的吗？既然如此，出招吧！炼体7层巅峰的境界终于松动了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余生做个废人。恭喜宿主触发玄铁重剑的玄冰特效，来得正好。空明水剑，给我破！装腔作势，在我土火2种属性剑气的攻击下，你就算喊再大声，也逃不过被我打败的命运。什么？2种水属性特效，10倍力道，给我破！炼体第8层终于突破了。玄剑宗杂役弟子楚渊，炼体7层，不，炼体8层，挑战灵剑派下一位。果然，只有战斗才是最快的修炼方法。刚才的战斗契机，终于让我突破炼体8层。楚师兄无敌，师兄威武！这小子能在层层压力下临阵突破，确实有那份天才的自信。也许这次比试的结果会充满惊喜。玄剑宗几10年的屈辱，会因他而改变。拓江，接下来你上。这小子临阵突破，倒是有份好魄力。虽然你出手绝对会赢，但也不要轻敌。拓江，炼体9重，双属性剑气，2阶阵法师。什么？竟然是传说中的阵法师？灵剑派的天才也太妖孽了！年纪轻轻竟然学会了阵法。起阵！竟然是阵法师！我还是第一次和阵法师接触。在这阵法之内，我竟然感觉如陷泥潭，不能行动。果然奇妙。你不该站着不动，被我阵法困住的那一刻，你已经输了。是吗？那恐怕让你失望了。爆裂符！这不可能！你竟然是一位灵符师，而且还是3阶灵符师。这……
好，脱缰师弟的阵法被强行毁坏，遭到反噬了。那小家伙不错呀，竟然连胜3局，是个可造之才，很好，有进内门的希望。掌门三思，据我所知，此人叫楚渊，之前被逐出过我玄剑宗。后来虽重新考入玄剑宗，但是触犯了门规，现在被罚为杂役弟子。磊儿开启了木属性剑气，又有我赠予的丹药，突破炼体9层，可他竟然败了，让楚渊那小子出尽了风头，关键还是当着掌门的面。绝对不能让楚渊进入内门，冯磊是我冯家最大的指望。楚渊如果进入内门，肯定会严重影响他的剑道雄心，甚至让他一生都斗志丧失，碌碌无为。杂役弟子，如此优秀的弟子，竟然被罚为杂役，去查查怎么回事儿。是。黑石、黑风，这小子没想到是个灵符师。接下来你俩谁有把握？上官长老，你不如让他们俩人一起上。小子，你在侮辱我们，还是看不起我灵剑派？哼，随你怎么想。不过，你们竟敢侮辱我白姐，侮辱我玄剑宗，我就看不起你们，又怎么样？丑小子，你很狂！黑石、黑风，既然这小子自己狂妄着招打，就一起上，给我干掉他！双剑合璧，剑气合一，斩万敌！这两人的剑气能完美融合，居然可以达到好几倍的攻击效果。没想到灵剑派竟能找到如此互相完美融合的剑修，剑气相融，威力至少增加4倍以上。希望这小子不要受伤太重，不然我玄剑宗真的是人才凋零啊！恐怕够呛。这对兄弟剑修本身炼体9层，剑气相融，威力暴增，楚渊挡不住的。楚渊，如果你这次被斩了，倒是省去了我很多麻烦。楚渊，不要硬扛，快退！白飞雪，你现在还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就等着给这小子收尸吧。哼，就只能你们剑气相融吗？小剑精，水火双属性，融！快！楚渊，他让水火这2种互相排斥的剑气相融了。不但如此，他剑气化形成一把巨剑，那可是绝无境才能做到的标志啊！楚渊，好样的！我就知道你能行。白姐，淡定。不错，此子竟然胜了。如果继续勤加修炼，倒是有3成的几率入剑宫。掌门竟然给此子如此高的评价，3成入剑宫的几率，这可是在内门弟子中都没有的事。此子绝对不能再留了。不可能，他们5人都是我灵剑派这一届最优秀的弟子，甚至远比其他届的弟子要优秀很多。他们怎么可能同时败在1人之手？小子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何身份？楚渊，玄剑宗杂役弟子。哼，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如此优秀的剑修是玄剑宗杂役弟子，你以为我们会信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楚渊说的没错，他就是玄剑宗的杂役弟子，而且是我玄剑宗的罪人。
楚渊，你打破事件时处理的结果下来了。今日魔域深渊发生暴动，现在罚你立刻去魔域深渊查明暴动的原因。魔域深渊的那位点名要这小子，万万没想到这小子如此耀眼，竟然立了大功。趁着内门还没有人注意到他，赶紧把他发配到魔域深渊，不然后面就不好办了。放屁！楚渊刚为宗门立下大功，你就让他去魔域深渊？我看你纯粹是在陷害他。说什么去魔域深渊查暴动的原因，你不如直接说让楚渊去送命。白飞雪，休要放肆！这玄剑宗外门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不相抵。处理结果已出，楚渊别磨蹭了，赶紧去吧。等你从魔域深渊回来，我再赏赐给你此次的功劳。我要是不去呢？不去，那就别怪我外门大长老执行玄剑宗的刑法了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虽然我灵剑派败于楚渊一人之手，但也输得心服口服，却没想到如此的天骄之子被玄剑宗自己逼得去魔域深渊送命。楚渊，不如你现在脱离玄剑宗，来我灵剑派，我可以保证，灵剑派的内门弟子有你的一席之位。楚渊，你再不去，就别怪我出手了。今日魔域深渊那位让我必须把楚渊带去，那位的话不能不听。楚渊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，被那位盯上，10000条命都是无济于事。那就来看看谁怕谁。袁术今天不对劲，他就算想要楚渊殒命，以他的行事风格，也不该这么明目张胆。他似乎很想把楚渊赶到魔域深渊。哼，楚渊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放肆！这是袁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掌门，楚渊此子之前不守规矩，肆意破坏事件时，我是按照门规处罚于他。难怪这些年我宗人才凋零，原来是你从中作祟。念你担任外门大长老多年，我留你一命。你为什么让楚渊去魔域深渊，你自己清楚。如果你诚心悔过，老实交代，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如果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这掌门处理了你这叛徒。来人，带下去，用捆弦索锁住，严加看守。是。今日楚渊表现出众，扬我玄剑宗之威。从即日起，楚渊身为外门弟子，可以参加1个月后的内门弟子考核。另外，念在楚渊为玄剑宗做了大贡献，特奖励去仙贤洞修行1次。什么？仙贤洞？那可是历代天骄弟子锻炼无敌剑意的地方。虽然无敌剑意极难形成，但也是有一定概率的。掌门老头，这些年你龟缩在后山，这次出来终于办了一件人事了。放肆！白飞雪，跟谁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白姐这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啊，掌门来了也能对2句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玄剑宗第1大忌，不能和白飞雪说话，不然我这掌门的威严，顷刻间就会被摁在地上摩擦。白飞雪，我灵剑派天才众多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1年后的剑功考核，我希望能再看到你和楚渊的身影，到时候我必会找回场子。
洛音，我在外门力压群雄的消息你听说了吗？灵剑派的5位天才被我一人打穿，你是不是很佩服我呀？哼，你少得意，那些人再天才，放在内门也只是普通弟子。哇塞，太帅了！老师，你这是什么功法？这是幻术，又叫做召唤术。哦，无敌剑修灵剑仙，昔日便是天下第一幻术师。他召唤出来的东西，不同于其他幻术师，大多中看不中用。灵剑仙的幻术几乎具有实体，以假乱真，攻击力极强。这么厉害，老师教我，我想学。这个需要天资，也需要一些特殊悟性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。比如，哎呀，您老放心，你忘了我学习符箓的时候了？这个，好吧，这小子天赋非同寻常，我还是别再说打自己脸的话了。哼。楚渊，我最讨厌虫子，你竟然召唤虫子吓我，我跟你没完！野丫头，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我今天亲手砍了你的脑这小子连幻术都学得这么快，这种速度，已经赶上当初的惊世剑修灵剑仙了吗？妖孽啊妖孽，这小子的天赋上限到底在哪里啊？为何能不断的给我带来惊喜？也许魔域深渊中灵帝的传承有希望了。老师，洛音，我能不能问你们一个问题？说吧。洛音姓安，而老师你姓刘，为什么你们父女俩不是一个姓啊？老师，你难道没感觉到头上有点绿吗？放屁！那是因为洛音是随他母亲的姓。原来安是师母的姓啊！那师母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啊？洛音的母亲，她会和我们在一起的。她在我心中是天下最美的女子。父亲，我没事。楚渊，洛音还有2个月就要离开玄剑宗，这段时间你们好好相处吧。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才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事。洛音，你要离开玄剑宗，去哪里？剑宫。这是我很多年前就被安排好的命运。父亲很看好你，已经把你当做他的不二传人。你如果一直努力，未必没有进入剑宫的希望。我会在那里等着你。洛音。